女孩一条腿被倒塌的房梁死死砸断，轻生父亲不问她一句疼不疼，只顾着交代她等会面对皇室该怎么邀功。这世上根本没有人心疼她，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心疼我。此时的她才彻底看透这个家。皇上感念她救了太子，谢皇上。你救驾有功，想要何赏赐？父亲疯狂暗示她求旨入宫当皇后。好女儿，按为父教你的说，入宫当皇后，爹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可女孩却冷笑着看向那个所谓的父亲，她回绝了后位。回皇上，臣女想求封号，只求加封自己为万户侯，并且当众宣布，你不再是我爹，你的生死与我无关。要知道，她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拜这个冷血的家族所赐。女孩名叫思思，是个不受宠的庶女。当年她的小娘也曾有过一段得宠的日子，她曾经也是得宠过的，可自从怀了她，后来她怀了我，肚子上有密密麻麻的。父亲看了一眼，竟觉得恶心，看见她，竟觉得恶心。从此再也没踏进过他们的院子。后来再没有来过我们的院子。没了父亲的庇护，母女俩在府里的日子连下人都不如。小娘病重，害得整夜睡不着，只想喝一口润肺的笋汤。在外竹笋，小娘病了。思思在冰天雪地里徒手刨土，四小姐跪在雪地里，双手生满冻疮，才挖出2颗竹笋，思思没事，思思还挖了2个竹笋呢。却被家仆一顿臭骂，刨土成何体统？传出去，嫌他丢了国公府的脸面。我苏国公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小娘喝着笋汤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个能润肺，你要喝了笋汤就不可以。没过几天，小娘的病越来越重，浑身发冷。思思跑去正院求父亲请大夫。赵姨娘病重，想求您请个大夫。深更半夜，下人却把他死死拦在门外。老爷的规矩，说老爷睡了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谁也不见。请什么大夫？明日再说。走投无路的思思拿着父亲当年送给小娘的唯一首饰，把它卖了就能治娘的病。跪在厨房门口，只求嬷嬷能换一壶热水。我用这个换一壶热水行吗？可一壶热水终究没能留住小娘的命。小娘死后，父亲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只觉得这屋子晦气，吩咐了，这房子不吉利，晦气，直接让人把思思带走，扔给嫡母抚养。不然还在等您。夫人心善，收你当女儿。在嫡母眼里，她不过是个可以随意打骂的下人。寄到了我这儿，就要守我这儿的规矩。嫡姐更是满脸嫌弃，好脏啊！指着她长满冻疮的手骂她丑八怪，手上全是疮。母亲，我才不要这个丑八怪伺候我，快将他赶走！为了活下去，思思学会了逆来顺受，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，否则，思思一定听母亲和大姐姐的话，只求能有一口饱饭吃。思思现在穿得很暖，吃得很饱。直到那年上元佳节，皇上设宴，特许3品以上官员带3名家眷入宫。大员，携家眷3人入宫赴宴。父亲毫不犹豫地带上了嫡母和嫡姐如约，而这第3个名额竟破天荒地落在了思思头上。这第3人，带他去吧。进宫前，嫡姐换上了一身极其奢华张扬的衣裙，这是我让锦绣阁连夜赶制的。嫡母觉得不妥，老爷，如此打扮是否太张扬了？宫中宴会，父亲却力排众议，非要嫡姐盛装打扮，就喜欢看臣子们花团锦簇，而思思则穿着最素净的衣服，像个透明人一样跟在后面。宴席上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不仅夸赞了苏国公，还当场封嫡姐为舒颜郡主，特封为舒颜郡主。可这天大的恩赐背后，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皇后紧接着提议，再给郡主指派一桩好婚事，将新封的郡主赐婚给波流国王子去和亲。他们的王子不日将抵达京城，要求娶为王妃。皇上立刻拍手叫好，妙哉妙哉！皇后此言深合朕心。直到这一刻，思思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和亲的事。或许父亲早就知道圣上有意让大姐姐去和亲波流，所以才让嫡姐打扮得如此耀眼。一向不管这些的父亲才会坚持让大姐姐盛装打扮，几近耀眼。而带上她这个最不起眼的庶女，不过是为了当一片衬托鲜花的绿叶，而是因为我是她所有子女里最不起眼的一个。一朵开在牛粪旁的鲜花，才更显得娇嫩。就在众人谢恩之际，大殿内突然闯入刺客，有刺客护驾，保护圣上，保护太场面瞬间大乱。子殿下，
怎么回事？一根粗壮的房梁轰然倒塌，直直砸向太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思思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，房梁重重地砸在他的腿上。太子得救了，儿臣无事，是那个女孩。他的腿却彻底废了。我一个庶女被梁木砸断了。满京城都在传颂国公府的好福气，现在满京城都在传咱们府上的福气呢。嫡女成了和亲王妃，又要当王妃，庶女成了太子的救命恩人。你看咱们四小亲自成太子的救命恩人。可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府邸里，没有人为他失去的腿掉一滴眼泪，却没有一个人惋惜我。父亲甚至跑到他床前，满脑子算计着如何利用他的救命之恩换取更大的利益。我是大人情形，你可知道该如何回话？当皇上开口赏赐的那一刻，思思毫不犹豫地斩断了所以这个家族的所有羁绊。既然亲情如此廉价，那他就要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里。欢迎收看下集更精彩哦 X。